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喽，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今天呢要来做的是一个感情的占卜哦，因为呢有朋友跟我说，好像好久没有做有关于感情啊、关系这类型的一个占卜哦，所以我今天呢就来帮大家做这个相关的内容。好，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可以请大家去想一想，好，你想要测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是什么？还有他的一个样貌，好，去默念他的名字。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会看一下对方对你的一个想法，以及这段关系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那在解牌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能量互换的一个状态，所以请大家就是去找到最符合你们的状况的组别，然后去领取相关的资讯。好，大家想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抽牌咯。好的，第一组的朋友，我们请宇宙来协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想要了解彼此的一个关系的走向，以及很想要知道对方现在的一个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牌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的基调哦。我觉得很难说对方喜欢你或是不喜欢你，因为他可能没有想过他是可以去喜欢你的。因为啊，在对方的眼中，我觉得你们是很耀眼的。你看金币皇后，所以呢，他看到你的时候有一种
自惭形秽的感觉哦，就是他在仰望你。然后呢，其实他是用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来看待你的。你在他的眼中啊，并不是那种就是只能够玩乐，或者只能够陪他这种疯狂喝酒，或者是只能够做一些这种玩乐事情的短期的对象。因为呢，金币皇后它代表的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母亲一般存在的能量。也就是说呢，其实你身上具备了一个很稳定的特质，很稀缺的特质，他在其他人身上都找不到。这种是一个稳定感。他觉得呢，哇，你们很聪明，很务实，而且非常有能力可以去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所以本身你们就是自带光芒的一个状态。他会觉得说，如果跟你结婚，跟你长期发展的话，其实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啊，你们都提供了一个像母亲一样这种很宽广的包容力。因为他觉得在你面前呢，他好像可以不用伪装的这么强大。虽然我觉得他现在还在伪装哦，但是他会觉得，如果他真的跟你接近靠近，他是可以在你身边放松的。而且他对你的想法中，我觉得他其实藏着一种深深的渴望被你照顾的感觉。他会觉得你是他混乱生活中的一种定海神针。也就是说，你并不是玩玩的对象，而是可以长期发展的那种人。甚至也有一种感觉，或是有一个副作用是他觉得你太好了，反而不知道怎么接近你，或是觉得自己有点不敢乱来，有一点绑手绑脚的感觉，或是没有想到可以跟你这样子的对象去发展成一段情感。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逆位的宝剑六哦，这张牌呢，我觉得他正在想要去转换状态，他可能想要从一个混乱变到一个冷静的状态，或者是说他目前心里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宝剑六本来是一场好像通往彼岸的疗愈之旅，但是逆位代表什么？代表说船翻了，或是船根本就没动。所以呢，我觉得他对你的想法其实夹杂了大量的对过去的这种创伤的一种被笼罩的感觉，可能是前一段感情的背叛，或是家庭带来的一个匮乏感，或是他的一些不自信，或者是说他在担忧着什么事情，所以他看着你很优秀很好的状态，他就会想起自己的一些伤痕跟过往，或是自己还没有处理好手边的一些事情，或是烂摊子，或是他正在建立的一个根基等等。所以他会觉得说他现在自己好像是一个带伤的人，他其实对你的想法里有一个深刻的连接，他很想要靠近你，他喜欢你身上的光芒，但又很害怕自己身上的这个黑暗会去影响你，或是会影响你对他的一个评价。所以呢，他可能选择在原地打转。原地打转可能在你的原理来说，它是一个忽冷忽热的感觉，但是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种非常艰难的挣扎哦。那他其实很在意你怎么看他。这张牌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能量哦，他其实会想说在你的眼里他是不是好的，在你的眼里他有没有被认可，在你的眼里有没有觉得他很棒。所以他其实希望在你面前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被肯定，或是一个胜利者的一个姿态。所以综合来讲，他对你的感觉就是他觉得你很棒，可是他目前还在调整自己，而且他非常在意你怎么看他。也就是说呢，他内心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可能会靠近你，然后又退一下，再观察一下现在的状态。你们在他的眼中绝对是高分的一个对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圣杯皇后的逆位。圣杯皇后的逆位代表了他心中的情绪不稳，他有压抑，有一些没说出口的感受，或是说他之前的伤口让他现在变得很敏感，所以他有感觉，但是他不敢放心的去爱。
他内心啊，我觉得有一种极度的敏感跟自我怀疑，或是有一种情感的黑洞。他对你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很浓烈，甚至浓烈到让他感觉到害怕。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靠近一个看起来这么好的一个对象，所以现在他对你的喜欢或是对你的感情，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甜蜜，而是一个负担，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子的情绪跟情感。同时他也很害怕被你看穿他的一个脆弱，他很害怕在你面前情绪失控，很害怕让你看到他的卑微不足，或是其实很想要索求关爱的那一面。所以呢，我看到他有时候会故意表现的没有那么在乎，或者是有一种自我防御性的冷漠，但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去掩饰他内心不断的在翻涌的这种情绪的浪潮哦。因为他会觉得，如果不小心被你发现，其实他很在意你，他会觉得说啊，自己好像面子挂不住，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互动，不知道怎么去维持一个他理想的状态跟你互动。我觉得他在守住一个底牌，他最后的底牌，保护他自己的那一张底牌。好，接下来权杖六的一个逆位哦，所以呢，他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他有一点没自信，然后很害怕失败，也害怕丢脸，所以其实不大敢主动。就是他有的时候靠近，有时候又退，也就是说，可能你们的关系是有一点暧昧，或是之前有一点暧昧，但是现在可能不大推进的一个状态。但是对方心里想的其实是啊，如果我表现不好，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他在关系中其实是有一种挫败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对方他是有一种想要去展现自己的模样，但是现在这张权杖六是逆位，就代表说，其实呢，面对你他是没有自信的，他会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也没有什么让你可以去感到骄傲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想说，你值得更好的人，或者说，其实你身边有更好的对象可以选择。那他也很害怕被拒绝，就是他对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伴随着万一继续相处，但是失败了怎么办？这样子的一个恐惧，所以他可能宁愿去维持一个现况，即使这个现况让他来说也是很挣扎、很痛苦的，但是他也不愿意。比如说主动推进之后遭遇到失败，他会觉得很羞辱，有点像是如果他主动做出了一个选择去加深这段关系，但最后呢，如果结果不是他要的，他会觉得说好像最后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呢，不去主动推进这段关系，他就可以想说，或者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好，那是因为他没有去推进，但如果推进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他可以在他的脑海中去想象另外一个已经成功的版本来安慰他自己，但是如果真的去实行又失败的话，那个结果我觉得他是不能够承受的，因为在他的眼中你真的很好，而且可能是他心中的一个蛮完美的一个对象，就是得到之后就会觉得哇，老天爷真的对我这么好吗？所以呢，他心中也默默预设了一个不一定会成功，或是可能会失败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哦。接下来我们看到权杖九这张正位的牌，这张牌是重点中的重点哦。我觉得对方很有防备心他心里曾经受过伤，他并不是没有感觉，他只是很害怕再受伤，他很想要保护自己。也就是说，他其实好欣赏你哦，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对象，可是他现在的内在有很多的情绪还没有整理好，他可能还卡在过去，或是卡在自己的不安里面，所以呢，他会出现一种状态是明明有感觉却不敢往前走。就是说呢，他喜欢你，心动，但是却不敢爱你。我
觉得他很像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守望者，就是他在想你的时候啊，他其实也防止自己的这个想念会给自己造成一个伤害。他会觉得虽然你真的很好，但我不能撤掉我的一个防线。有时候这种防御心会让他看起来像一座孤岛，即使你觉得说你明明递出了橄榄枝啊，可是他也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你会不会随时想要抽走就抽走呢？那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去接住了这个橄榄枝，但最后如果你说不要了，或者是说看见了他脆弱那一面，又不是这么喜欢的话，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已经很累了，就是在心里精疲力尽了。他很累，而且他可能正在处理自己生活的难题，然后也在想着这段纠结的关系哦。在这当中呢，我觉得他耗尽了他的能量，所以他现在对你的想法更倾向于，他希望他可以就是可能暂时不要去想，暂时休息一会，因为他真的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也就是说呢，其实他看着你，他会觉得你是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他见过最温暖、最稳定的一个存在。他有无数次就幻想可以沉溺在你的温柔里面，但他其实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后还拖着那些破碎的往事，然后他的情绪啊，就像是一片会失控的海，随时会淹没他自己。他其实很想要在你面前表现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样子，闪闪发光的这个英雄，或者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姿态哦。好，但是其实现况是什么？现况是他自己要站稳脚步都觉得很吃力，所以呢，为了让他自己不要崩溃，也为了让你不要看清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好像是固守在他的一个防线，或者说固守在他的世界里面。如果你要问他说关系的未来在哪里呢？他会想说我连自己要怎么走下去，或者我连明天在哪里都看不清楚，所以他可能会选择远远的看着你，爱着你，然后最后可能小心翼翼的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哦。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想法很复杂的一个能量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可能的一个发展哦。来，请宇宙给我们一些指引哦。哇，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了金币女神的逆位哦。一开始啊，我们是金币皇后的正位，现在呢是金币女神的逆位。这张牌代表什么？你们原本是很稳定、很有价值的，但是在对方的影响下，或者这段关系的影响下，我觉得你们会好像心里有一点点慢慢的变成一个金币女神逆位的一个能量哦。因为你一直在想他，或者说你一直在烦恼这段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有一点被内耗了。你可能会卡在对方的一个无能为力的一个状态哦。你会变得焦虑，或者是说呢，你会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很像在对着一堵墙说话。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失衡的能量。其实对方知道你很好，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当关系开始需要稳定、需要承诺或需要投入的时候，现在的他给不出来，并不是他不想要给，而是他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你可能会慢慢的感觉到心冷、失落或是失望，你会感觉到他没有办法用同样的力道去回应你。接下来是宝剑八哦，宝剑八跟宝剑九，它其实是一个双重折磨的能量。对方啊会用宝剑八把自己困住，这个卡住啊，我觉得除了外在的限制之外，更多的讲的是他内在的限制哦。他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这样没有办法谈感情，我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如果我走到你的世界，会不会反而伤害你呢？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对方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他没有离开，但也没有前进，他停留在一个非常让你困惑的一个位置。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好像有事情、有心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你不敢再去问他，不敢再去逼他。接着呢是宝剑九哦，我觉得这段关系啊，可能是其中一人或是两个人都会渐渐的有一种焦虑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说好像都能够明白对方的一个痛。那不只是只有你在焦虑，对方也在焦虑。他的焦虑来自于他承担不了这段关系，他会觉得有压力，或者是他可能会开始逃避一些需要跟你有情感交流的一个时刻因为每一次靠近，他就会更清楚一件事情哦，他没有办法去给你应该得到的东西。好，接下来塔出现了，塔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它代表了一个突然的变化，很可能是一次对话，或是他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决定。比如说呢，好像消失了，或是减少联络了，或是忽然的就看不见了，或是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不顾你的感受的，或者是你发现了一个他一直以来都在隐瞒的某一种真相，或者是说呢，这个塔代表说他的痛苦，他的苦衷，他的一个伪装被彻底撕开了。这个塔的出现呢，可能也会让你看到他最真实或是最不堪的那一面。这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很震惊，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但其实这一切都不是突然哦，这是他前面所有的卡住、逃避跟压抑情绪的一个累积哦。当他撑不住的那一刻，他可能就会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让关系产生改变。好，最后一张啊，我们来到了金币七。金币七这一张牌啊，我觉得接下来哦，你们双方都会停下来看一看这段关系，然后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啊，并不是感性的，我觉得更多是理性跟现实的。对你来说啊，你可能会想说，好，这段关系啊，接下来的重点不是要怎么留住对方，而是你自己还要不要这段关系，或是你自己在这段关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对方也会问他自己说，这段关系他还有能力继续吗？这样下去对他来说会不会太累？或是他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去谈感情呢？所以这张牌金币七在这个位置哦，它代表了一种结果，它
对方可能会选择停下来，但这个停下来并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这段关系对他来说，目前负担的程度是大到超过他所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哦。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对方的整条行为线。一开始我觉得他被你吸引，他想要靠近，可是当关系需要更真实的投入的时候，他开始后退，他卡住了，他不前进，他也不愿意面对，他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开始逃避，最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比如说冷掉、断联或是摊牌，然后这段关系可能会走向一个慢慢停止的一个发展。那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或是如果我再好一点，对方会不会留下来？但其实这一组牌很清楚的在告诉你们问题并不是在你们身上，而是对方没有准备好可以去成为一个承接关系的人，或者是他不知道实际走入这段关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更多或者说更复杂的议题需要去面对。所以他停下来不代表你们不值得被爱，也不代表这段感情是错的，只是代表说这段关系目前走到了一个他能力到不了的地方哦。那这一组的朋友，这个关系的停止，它不是一个失去，而是一种筛选。你们可以去想一想，你想要的感情是什么？那讲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想说，那你跟他这段关系就真的停在这里就结束了吗？其实这一组牌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它就要结束了，因为金币七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分岔路口，它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对方还在抉择，或是还在审视，还在评估，其实你这边也是哦。也就是说，这段关系的未来其实藏在一个很微妙的关键里，就是前面那张塔崩塌了之后，有一些虚假的幻象，它也会崩塌，或者是碎了一地。那对方有没有勇气在这个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或者说你有没有勇气在这个荒凉的这个崩塌的局面之后重新的相信呢？这张牌最后其实它是留着两种可能的。第一个可能是，也许你在看清了对方的一个状态之后，你自己想要转身离开。第二个是，这个塔经过塔的这个震荡之后，不仅有点像是震醒了你，然后也震碎了对方的一个防线。他愿意放下一些所谓的自尊，或是他脆弱的那一面，他如果愿意走出他自己设下的笼牢之后呢，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可能会在经过一片狼藉之后，就长出一种更真实、不再伪装的一个能量。所以呢，我觉得未来3个月大家可以去冷静的观察，去观察对方的一个状态，并且你们不用一定要试图去当那个拯救者，你也不用一直要去修补这样子的连结，而是呢，你看见对方的回应，或者说对方的需要之后，你评估一下自己的心力的余额，就是你的能量可以去支撑他吗？你愿意支撑他吗？你愿意给他吗？愿不愿意陪他一起站起来呢？或是你觉得想要到此为止，想要离开了呢？我觉得这张在牌面上它还是一个未完待续以及评估的能量哦。好，以上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已经上架完毕了，有很多的朋友都加入一起学习了。那如果呢，你也对于塔罗牌学习，或是对于身心灵的这个知识、显化法则的知识有兴趣的话，都非常欢迎加入这门课。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点开我的课程页面连结来看一看。好，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希望今天有帮助到大家，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感情的占卜哦。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想你的，以及这段关系之后可能的一个发展哦。那第2组的朋友，你们心里可以去想一想，你想要测的这个人，他的模样，还有默念他的名字哦。好，在心中跟他做一个连结哦。我们等一下抽牌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有能量互换的状态，所以请大家就是去听一听哪一组的这个状况是比较符合你们的状况，然后呢再吸取其中宇宙想要告诉你的一个资讯哦。好，我们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呢是他对你的想法，第2个部分呢是未来关系的发展。好，我们今天用塔罗牌来抽牌。好，那我们就来抽牌咯。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到底对方是怎么想的。我们第一张出现的牌是权杖3的逆位，他对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第一张牌的答案非常的真实哦，就是有感觉跟会在一起其实是2回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对方现在对你的想法，他并不是没有感觉，只是目前的状态是他可能没有打算就是把你放在他的未来里面。我们第一张牌是权杖3的逆位，它很关键，就是权杖3如果是正位的话，就代表说一个人站在高处，他正在看着远方，准备往未来前进。但是逆位代表什么？代表说他现在对你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想要先停下来，然后想要先观望一下。他并没有在看未来，也就是说他在看跟你的这段关系的时候，他的视角不是说考虑说我们之后会怎样，而是可能现在这样就好，他还没有把你放到他的未来里面。他可能还没有在规划，所以呢，如果你感觉到这段关系停留在某一个地方，这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对方其实现在他并没有打算往前走。那他之后会不会想要跟你规划未来呢？其实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他会觉得如果让他现在去想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烦，或者他现在就没有要想，他现在的眼光可能只看得到他脚下的这几步路，所以呢，他更像是想要告诉你说，能不能先不要问我以后，能不能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或者说先享受一下现在的状态，或是能不能先让我牵你的手，安静的走完这一段。所以这张牌的逆位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示弱，他在告诉你说，他暂时没有那个能力去引领这段关系，或是去当这段关系的一个领航员了。好，接下来第2张是恋人的逆位。这张牌一出来，我觉得其实又把很多事情讲得更清楚了。恋人代表的是选择，代表的是2个人彼此认定，那逆位代表的是没有选择。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点不敢面对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去选择，而是他此时此刻选择一个不作为。
他在观望，他在犹豫，他在拖，甚至呢，他可能有其他选项存在。这并不代表说，他一定跟别人有发展，或一定有暧昧。但至少我觉得，在目前的一个状态中啊，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内在能量不是很完整的，所以他害怕跟你进行那种太过深入、太过戏剧的灵魂共振。也就是说啊，他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他会想要把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连接去调弱一点，因为他给不出一个100%的一个肯定。也就是说，他可能会用某一种疏离感来保护你们之间一个最纯粹的部分，不被他的一个混乱所磨损。那也有可能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他对于这段关系要不要进入到一个承诺的一个阶段，他其实是犹豫再三，或者说他其实是不想要这么明确的给出一个答案。接下来圣杯七的正位，他其实在脑海里有很多对你的投射跟美好的幻想。圣杯七是一张梦想的牌，它代表着幻想、选择跟多种可能性，所以很明白的告诉你们他对你是有感觉的，他可能会想象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样子，他可能会觉得你某些地方很吸引他，但是这些全部都只停留在想，他没有变成行动。而且我觉得这张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我觉得他心里也可能有就是去思考说，我是不是不用这么快决定？我也许还可以看看，或者说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适合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会想，然后他也把你放在他的选项当中，但是不是要变成那个唯一的一个选项呢？他还不确定。他在没有见到你的时候啊，其实他是会想你的，想跟你在一起的画面，想象你们去旅行，或是想象你们一起在家里啊，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是做一些彼此喜欢做的事情。这张牌也很明确的表示，其实他心里依然留着你的位置，只是呢，我觉得他在挑选。他在选择，这个挑选跟选择不单单是喜不喜欢，不单单是我挑选一个我喜欢的人，他更想的是哪一种未来可能比较适合你，或是比较适合他。也许他面前还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他有一点点犹豫不决的能量哦。那下一张牌啊是节制牌的一个正位哦。节制牌的正位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距离的控制，也就是说，我觉得对方很清楚这段关系如果再往前会变成什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可能做一件事情，他想要让关系停留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他不想要让关系太冷，因为太冷你会离开。但他也没有勇气让它变得很热，因为他可能会需要对这段关系负责，所以我觉得他想要维持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也许你们之间的聊天啊、讯息是持续的，或是说有的时候啊，会是感觉有希望的，但其实隐隐约约又有一种距离感。我觉得这张牌啊，也像是对方用一种他自己的方式，或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来调节你们的关系。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种，就是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慈悲，就是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慈悲哦。他会想说好，他要控制他的情绪，然后不要让你感觉到压力，或者是说试图可以把你们之间的频率调整到一个彼此最舒服、最不会累的位置哦。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他会认为在这样子调节的过程中，可以给彼此多一点时间，然后也让彼此有多一些的这种
心力或者说环境、空间去适应彼此，不要让关系一下子发展的太快，然后又熄灭了。我觉得他更想要的可能是一种比较刚刚好的一个发展的温度。最后一张牌呀，是圣杯4的正位，这张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状态哦。我觉得对现在的他来说啊，感情不见得是必须的，也就是说他是对你有感觉的，但是要不要进入感情呢？对他来说可以，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想象哦，在他面前有人递给他一个很珍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很好，他也知道这个礼物很好，但他要不要伸手去拿呢？他现在有没有要接受这个礼物呢？其实他好像没有一定要，并不是因为礼物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现在需不需要，或是说他觉得好像也不一定要把它拿下来。这个就是现在他对你的一个感觉，他对你有好感，然后也想象过各种可能性，但我觉得他目前还没有把你放进他的未来，他没有做出选择，然后呢，可能承诺的事情不会那么快。有些朋友你面对的他可能还在观察其他的选项，然后我觉得对方会试图维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或者说停留在一个不见得要更进一步的状态，但他也没有想要拒绝，他也没有说不喜欢哦，甚至有时候他还是会持续的保持联络，但是这段关系会觉得有一点点模糊，因为这样的状态反而会让人更加的放不下。这段关系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你们不够好，而是呢，他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去进入或是接受这样子的关系。我觉得他拒绝的可能是进入到一段关系的可能性，而不是拒绝你本身。也就是说，也许他觉得他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需要再让感情进来，或是说他觉得他现在不需要新的感情，但他想不想要你呢？我觉得他会想要你陪他坐一会，或者说陪他聊聊，就是安静的，可能在他身边。他需要的不是那种很激烈的爱，而是一种你就会在这边的这样子的陪伴。然后这个陪伴要不要用什么样子的名义去定义这个关系呢？他觉得好像也不需要一定要实质的，就是给这段关系去下什么样子的这种定义。然后他现在还没有力气把一些他曾经在心里想象的画面变成现实。我觉得他也试图在调整自己，然后调整成一个更稳定、更舒服的一个方式来维系，或者说来连接这段关系哦。好，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其实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很着急的推进，也不需要很着急的去证明爱，不需要你很着急的去证明你的爱。他需要的可能是你接受他，有的时候安静不说话，或者是有的时候给他一些空间，给他一个温柔的微笑，信任他，然后你们自己这边也稳定的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其实呢，你的不焦虑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支持哦。他其实是一个有自省能力的人，所以他其实会把自己理解清楚的。当他感觉到你不会因为他的沉默而离开的时候，其实他对你的信任会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系可能的一个发展哦。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关系发展的这个解牌哦。首先呢，来看一下死神牌哦。大家看到这张牌，先不要害怕。很多人看到这张牌就会心里猛然的跳一下，开始紧张说啊，是不是完蛋了？但其实啊，这张牌它并不是坏牌哦。死神它代表的是结束。但这个结束啊，它并不是随便的结束，它是说该结束的终于结束了。也就是说，你们之间会结束一个状态，然后进入到下一个状态，而且这个转变它是不可逆的。这个结束是说，这段关系现在的状态啊，它会走到一个点，这个点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像现在这样下去了，可能是说，对方做了一个决定，或是你这边撑不住了，或是说这个暧昧的阶段被打破了，就是某一种现在这个不确定或是不清不楚的状态，它会被终止，因为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你没有办法再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或者是说，你的心里已经有很多的委屈，再也撑不下去了，或是对方呢，他这边呢也因为各种原因去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我觉得这个是宇宙对大家的一个慈悲，因为他不想要看你在原地空转，所以呢，某些状态要结束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后牌的逆位。这张牌啊，我觉得代表大家心里的状态会有一点想要抽离。这个抽离是你可能不想要再像之前这样子的投入、照顾或是包容。也就是说呢，对方其实会感觉到你身上的一个能量哦的这种转变。本来的你啊，可能是很愿意的付出的，或是很愿意去体贴对方的不容易，或是去想对方的难处。可是当这段关系走到了接下来的这个阶段之后，我觉得你会有一些变化，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止境的投入，或是说你可能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的醒过来，然后问问自己说，我还要这样吗？我这样子值得吗？当你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你就会开始收回你的能量了。当你一收回你的能量了，我觉得这个转变对对方来说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会发现，原本那个一直在等他的人，一直在给他温暖的人，好像突然冷静了下来。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转变呢，反而会让对方心里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冲击哦。接下来是权杖侍者。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有关于情感的一个占卜主题哦。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他对你的一个想法，他对你的一个真实的想法，以及这段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哦。好，首先呢，要请大家闭上眼睛哦，在心中默想或是默念你所想要测的这个对象，他的名字。好，等一下在解牌的过程中啊，有可能会有能量互换的一个状态，所以请大家可以在3组当中选择适合你们、符合你们的情境的牌卡，然后继续听下去。好，大家想好了吗？我们现在要开始抽牌咯。感恩宇宙。我们会分2个阶段解牌哦。首先呢，我们会看的是对方对你们的一个想法哦。好，首先来看一下。好，我们的5张牌，对方究竟在想什么呢？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牌啊，我感觉到是一种沉重跟扎实的能量哦。
在你们的关系中，土地的气息非常重，这个代表说你们之间呢有极强的连结。但我觉得这种连结啊，它很像是一种生活的一个重叠。那我们的前5张牌啊，出现了大量的金币的能量，也就是土元素的能量。土呢，它是万物之母，它代表金钱、肉体、房产或是承诺，还有社会的地位。也就是说，我觉得他在看你的时候，他并不是隔着滤镜在看你，相反的，我觉得他是想要拿掉滤镜，去看一看这个可能未来要一起过日子里面的人。好，首先呢，金币3，他对你的想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起点的这一张牌哦，它代表的是合作跟互动，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彼此之间呢，可能有一些实际的交流的可能性，实际的合作或是互动的可能性，它并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很遥远的对象再去想望，而是他觉得你是可以去接触的，可以一起相处的，甚至是可以一起做事情的人哦，而且在他的眼中，你们是有能力、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啊，不单只是一种外表或是感觉，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一个实际层面去欣赏你，比如说你的个性，你的一个处事的方式，你的稳定度，或是你给人的一个感觉哦，他都觉得是很舒服，而且是可以合作的。那我觉得他想要去靠近你，你可能会感觉到他跟你之间是有连接、有交流，然后是有默契的，但这个默契呢，它是需要再往内去推升到情感的层次，就是它是还需要再往内去加深的。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们其实是如果是职场的伙伴的话，他会觉得跟你沟通起来是很顺利的，或是说你们两个合作起来哦，可以共同去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或是专案的，就是他欣赏你的能力，他会觉得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在现实层面中会是一个强强联手的状态，或者是说一种截长补短的状态，就是他擅长的地方呢，他可以去往这边冲刺，然后你又可以补足他不擅长的地方，或者说一些你不大会，或者说你能力不行的地方，刚好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两个人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好，第2张金币10的正位，往下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连结从一开始的这种理性的一个欣赏，再往上的拉一层哦。金币10代表的是稳定跟长久，甚至是家庭跟未来的一个结构哦。就是说，在他的认知里面呢，你们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对象哦，而是如果真的要发展，是希望可以这种长长久久的这一种感情哦，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是适合一起过生活的人，你们是可以一起建立未来的人，所以我觉得呢，他是认真的在看待你们的关系哦，而且他给你的一个评价其实是很高的，而且这张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说，他知道你是适合的，这个适合是他觉得如果跟你走进一段关系可以很稳定很长久，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考量，他的一个想法，他会把你放在他的一个长远的蓝图中。比如说呢他看着你的时候，他脑袋中可能是想着如果长久发展之后，一些这种买房啊，或是金钱啊，见父母啊，甚至是一些保险，甚至是未来的一种成家立业或是后代繁衍后代的能量，所以呢他会认为你跟他在一起是可以去，他是可以去想这些事情的，他看得到未来的这个可能性，他是用一个很正面的角度来看你。不过这张牌啊比较有点像是他用一个很正面的角度来看，来想，来规划，但是实际行动上可能不一定有真正的往前推进。好，下一张牌是圣杯9的逆位。圣杯9本来是心想事成的这张牌，代表情绪上的一个极大的满足。那现在它是逆位，说明了他有一种快乐不见了，就是内心得不到满足的一个能量，所以这张牌会是整组牌的一个转折点哦。那
在理性的层面上，他觉得你很好，很适合，但是他内心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填满的，他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就像我打卡上班的感觉，他会觉得好，可能你们讨论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房贷啊、工作啊、晚餐吃什么，但是好像很久没有去聊过彼此的梦想，聊过彼此灵魂深处的恐惧，所以呢，他会有一种空洞感。虽然彼此可能坐在金山银山上，虽然一切都很稳定，但是呢，好像少了一点东西。这个不满足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哦，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对于感情的一个期待过高，或是说他的内心还有其他的想法跟期待，甚至有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但这张牌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可能投入了80%，但是还有20%没有投入，就是没有全心的投入。所以这段关系比较像是好像什么都对，什么都很适合，但就是少了一点点的火花。你可能感觉到对方对你其实也不差，但是好像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热情，就是好像少了这个临门一脚的感觉。这种差一点的感觉啊，就是圣杯9的逆位，但是这个差一点的状态呀，很容易让关系卡住。好，来到了宝剑皇后的逆位，这张牌啊，代表他的情感的状态有一点封闭跟防备。宝剑皇后本来就是一张比较理性的牌哦，那我看到啊，这张牌变得更加的冷，更加的疏离。我觉得其实他本来就不大愿意让人真的走进他的内心，或是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去会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人。所以呢，你可能感觉到他有一点理性，甚至有一点冷淡，或是当话题触碰到一个比较深的情感方面的时候，他可能会转开闪避，或者是用一种比较轻描淡写的方式带过。这个并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而是我觉得对方还在整理。因为一旦关系变深，代表说他需要承诺的、承担的，或是投入的会要更多，所以呢，我觉得他有在控制感情的距离，而且是一个刻意的状态。那另外啊，这张牌在这边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有可能这个会是你们的能量，就是在他看起来你们最近可能变得有一点冷酷或是刻薄。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过度的批评或是挑剔他，他可能觉得你总是站在高处去看他，用一种好像不带温度的逻辑在跟他讲道理。比如说他有的时候想跟你撒娇啊，或是讨论一些情绪的时候，你可能会回他说你这样有什么用？你可以解决问题吗？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有的时候太强势太冷漠，让他有一点点害怕。所以这张牌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哦。最后一张牌是金币4，金币4代表什么？代表的是抓住，而且这个抓住它是带有控制感的，很明白的在说啊，其实呢，他是不想要失去你的，他对你的想法是有一种执着的占有，他不想要放手，不管前面怎么样，他不想要放手，他想要维持现况，他害怕变动，他害怕失去这一个你们之间很微妙的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呢，他想要继续保持联络，他想要让你觉得他还在，他想要这段关系在他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所以这段关系并不是没有连接，相反的，我觉得反而是对方把这段关系的样态固定住了。好，这个是金币4的一个意思哦。同时啊，他也有一种能量是说，对方在这段关系中，他想要固定住，他不想要变动，但同时也代表说，感情的流动是非常缓慢的，他有时候可能会给你物质上的保证，但是却不给你，比如说更进一步你想要的那种情感的更深入的一个
比如说连结或是触碰到灵魂深处的一个感觉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张你们的牌啊，其实是土元素过剩，所以呢，对方的生命底色啊，可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对他来说，也许爱一个人就是给他最好的物质生活，他可能把所有的爱都转化成一个金币石的努力，但是他却忘了圣杯九的感受。他可能觉得，只要在物质方面做到好，他就是一个好的对象。同时啊，我觉得他内心也有一个防卫的机制哦。你们之间呢，可能经历过某一种争执，或者是价值观的碰撞，导致说你或是他为了保护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理性。然后当一方越来越理性之后，另外一方可能也就干脆不要表达，所以就会陷入一种理性对理性的冷战，可能谁也不愿意先去低头。但同时啊，你们又在这个金币三的世界中合作的太好，你们某一方面其实合作的很好，但这个合作的很好又会模糊了这个情人的界限。有的时候你们好像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运作系统，可是在这个系统中，它是没有谈情说爱的，或是不需要宠爱的。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合作的很好，但是忘记了去有一些比较浪漫或是比较孩子气的一个样子。也许从外面看起来，你们在一起是模范的，人人称羡的一个模范伴侣，目标一致，互相扶持，然后一切都很稳定，经济也不错。但是从里面你自己会觉得这很像是一座金色的沙漠。其实你们需要更多水元素情感的交流，或是火元素激情能量的一个导入，否则这段关系有可能会逐渐的，比如说走向僵化，或者是说会变得很像是合作的很好的一个室友，或者是为了某一种社会功能，比如说工作合作专案，或是家庭民生，或是这种生意而维持的一种伙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需要的是用更多的心，你们的灵魂其实也在渴望呼吸。好，那如果宝剑皇后这张牌是你们的话，这里给你们建议是，当对方做的不如你意的时候，或者说当对方做错事的时候，不要用一个太过批判的角度去回应，多用一些柔情的方式去打动他，然后偶尔放下那些很纯粹的目的性的计划，去做一些纯粹让你们可以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哦。好，彼此都需要给彼此多一点温柔的能量哦。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牌：权杖十、魔术师、金币二、星星、太阳。好，我们的牌抽出来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权杖十，这张牌一开始就非常的现实哦。也就是说，这段关系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会是一种很努力在维持的一个感觉哦。对方的状态也很明显哦，他并不是完全不想要这段关系，但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有一点重量，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自己情感上的责任、现实上的压力，或是其他方面本身就有很多的事情揽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他对这段关系的行为，他不会放弃，而是一种我在努力撑着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对方是没有离开的，但是你也没有感觉到这段关系是很轻松的，有一种他是在这里跟你做连结的，但是这个在这里会让人感觉到很心疼，甚至有一点辛苦。那我觉得双方都会有一点累，接下来你们可能会迎来一个关系的这种压力的临界点，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彼此都承担很多的状态，也许你们要维持一个完美的这种外在，可能要应付很多的事情，可能双方的家人或是金钱的一个状况，或是某一种社会地位，或是
某一种就是你们职场中理想的一个状态，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应该要做的事情哦。那同时啊，我觉得权杖十也代表了体力的透支，可能其中一方会因为很累很忙而产生一个巨大的焦虑，但大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权杖十嘛，它代表的是一个循环的终结，也就是说这个沉重啊，它不会一直持续，它是会有一个结束的。因为我们下一张牌哇，就迎来了魔术师的正位，恭喜大家！这张牌一出来，整个能量就开始改变了嘛。魔术师代表了主动、开始跟创造，也就是说，前面那种压力的状态之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有个人会开始动，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会是对方，我觉得对方可能会试图重新掌握这段关系的一个节奏，他想要试试看，他想要再就是多一点心力投入到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对方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积极，所以关系有一个重新点燃的一个状态。大家知道吗？魔术师他身边呢有地水火风，代表说你们之间会学会不再只是用责任或是金钱去沟通，你们会开始运用一些创意啊，或是幽默感，或是灵魂的共鸣来做连接。那同时啊，我觉得魔术师他也是一个有行动或是有执行力的人，也就是说你们之间有一个人可能会先放松起来，或是玩起来，就是比较带多一点这种惊喜跟喜悦的元素进入到关系中哦。不再纠结于谁对谁错啊，谁应该要做什么，而是主动的创造出一些新的相处模式、约会模式、新的话题，甚至是一个全新的相处的空间。那魔术师也象征着水星，也就是说未来的沟通有机会变得更加的流畅，而且具有感染力。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委屈啊，可能都会用一种比较智慧的方式去交流、去表达。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从受害者变成创造者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呢，金币二的正位，哇，这张牌很关键哦，因为它揭露了对方接下来的模式。有了魔术师的创意之后呢，可能生活依然会有现实的压力嘛，但是呢，金币二正位啊，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态度变了，你们可能有一种苦中作乐的一个智慧。比如说呢，就像金币二这个人一样，他很悠游自在的在玩转这两颗金币，他是脸上带着笑容的、从容的、自在的。就是我看见未来的你们学会了在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弹性，你们学会了在忙碌当中去偷得一点时间去玩、去笑、去拥抱，在压力当中去找一点时间开玩笑，所以这个是流动的能量。你们对于金钱时间的分配会变得更加的灵活，不会再为了小事情去吵架。同时呢，这张牌也象征着韧性，也就是说无论未来的环境如何变迁，你们这对好伙伴、好伴侣、合伙人已经升级了，你们可以优雅的去应对所有的一个变动。那我觉得对方会一边靠近你，然后一边跟你互动，一边又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所以它是一个平衡的一个节奏感。那在这样子的能量中啊，关系会开始有了实质的一个互动跟进展。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星星的正位，星星的正位这张牌一出来，整个能量变得非常的柔和。好，星星牌代表的是疗愈、希望跟慢慢的变好，也就是说经历了前面的一些沉重啊，或是一些试图维持平衡或是拉扯的一个状态之后呢，这段关系会进入到最终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你们之间会开始更真诚的交流，或是你自己开始慢慢的放下焦虑，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看见关系开始变得比较干净，不再这么混乱，这么情绪化。那这段关系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如果说你们前面有过一些比较激烈的争执或是价值观的冲撞的话，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慢慢的修复，也就是说接下来这段关系不会再痛了，它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些曾经让你们觉得很冷漠的这些盔甲，
在星星这张牌啊，会被温柔取代，也就是说呢，这张牌会让你们之前比较，比如说封闭或是干涸的一个情感，在这里得到一个彻底的灌溉，也许你们两个会重新发现彼此的一个真心，对方的一个纯真，或是找回那一份最初动心的原因哦。同时啊，星星牌是一盏明灯，你们会在这段时间内达成一种灵魂共识。这个灵魂共识啊，并不是社会所要求的金币石的这种外在的追寻哦，而是为了彼此的内心的平静跟向往。就是我觉得这张牌很重要，它帮助你们疗愈过去的伤痕，而且能够建立一个纯粹的信任。好，哇，我们来到了最好的结局牌，你们迎来的是太阳。太阳牌是一张哇，终极的辉煌的感觉，它代表快乐，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朗朗。也就是说，这段关系最终会走向一个很清楚的状态，不再模糊，不再猜测。你们两个真的会走向一个比较正向跟轻松的互动。那这个清楚啊，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关系的互动非常的自然，心情很轻松，两个人都能够没有猜忌，没有秘密，没有负担，然后形成一个很快乐很开心的一个连结。同时啊你们会带有一种快乐的感染力，因为两个人看彼此的眼神啊，有一种最简单又最直接的一个爱意。那第二个是这段关系，另外一个可能性，这段关系如果就算它没有实质的发展，或者说在一起，我觉得你们两个也会真的放下，并且两个人回到一个很快乐、很自在的一个相处的模式。也就是说，它的重点并不是说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在一起，而是你会好起来，而且是一种很明显的好。你会重新的感觉到轻松自在，并且重新对于爱这件事情有信心。也就是说，不管关系最后怎么走，你们都会走到光里。那我觉得更加有可能的是，你们两个呢会有在事业或者是在家庭上共同的计划。那太阳牌也预祝了大家的成功哦，因为它象征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力。就是说，我觉得这段关系无论它的形式如何，都有机会变成是一段健康的、可持续性的，或是充满热情的、长久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大家得到的是一个太阳牌的圆满。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好，最后呢，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那如果呢，你对于塔罗学习有兴趣，或是对于显化法则这些灵性、身心灵的知识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加入这门课。那大家也可以点入连结，点入课程页面去看一下课程的内容。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课堂上见到大家。好，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祝福你们，拜拜。